欢迎收看《丽懂什么》，我是丽丽。那今天的主题呢是我要养学霸。那如果你想听说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让孩子考试考到高分哪里的补习中心最棒，进哪一个才艺班可以拿最多的奖杯 ？Sorry, no， 你可以立刻转台了。OK， 那今天呢，其实呢，要听听的是一位曾经是学霸的爸爸，他自己是怎么样被养成学霸。然后现在又是怎么样去栽培自己的孩子？那今天这位嘉宾，如果他说他是一位学霸一点都不为过。他在小学毕业过后呢，就申请到了 ASEAN Scholarship 亚细安奖学金去新加坡求学。哎，才小年纪12、13岁的年龄就一个人出国念书了嘞。然后过后呢，又再拿到奖学金，去到英国的著名的大学去念这个政治、经济、哲学。那过后呢，踏入职场，29岁的年轻的年龄就当上了挂牌公司的 CEO。35岁的时候呢，就可以说是财务自由，没有金钱的后顾之忧，然后去投身公共服务，当选了3届的国会议员。他就是潘建伟 Tony Phua， 欢迎 Tony。大家好现在他是生活非常的悠闲在家里享受他的退休生活，所以今天就很荣幸的可以找到他来谈谈大家对他鲜为人知的一面，不谈盛世，谈下你作为孩子，谈下你现在作为爸爸的那些事。所以我们就从头聊起。那据我所知呢，你是出生在巴都巴哈小康之家，长子。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父亲是怎么样栽培你，到你今天有这样的子的成就？其实我父亲这一方面主要就是每一天都有那种提醒，书要读好来，书要读好来。跟他在一起算是挺多时间，谈不算谈很多，但挺多的时间。因为我家是在马祖的郊外，所以从我家到市区大概也要15、20分钟。在每天的路程，这个路程就是早上他要送鸡蛋去城市，就陪他去送完鸡蛋了，搬完了过后，他就放我在学校，一直都有书要读好来这种提醒。然后他很看重教育的，他是一个非常看重教育的这个父亲，连我去哪一间学校，他都很就是非常的精挑细选出来。对对，因为我住在郊外，郊外方面呢，离我家走路就有一间国小，离我家1、2英里就有一间华小，但他就不送我去那些学校，他就特地幼稚园的时候特地挑了一间可以算是马祖名校小学的那个幼儿园，你就可以直接进那个好的小学。对那个幼儿园，但只有一班然后他就要确保我能够上那个幼稚园。我记得一个小故事，就是当时他就知道要报名去了学校，找了校长，跟校长讲我要报我的儿子上的幼稚园校长跟他讲，哎，还没有开，下个礼拜某个日期过来才开才可以报名所以他就那个日期就过去学校，再找校长讲要报名，校长跟他讲满了，怎么可能台地气炸了？满了。然后我爸是个巴黎市，建立是很 fit 的，以前是 Mr. Malaysia 所以也是他就会凶神恶煞。有一点就开始有点脾气出来，跟你明明跟我讲是今天来报名才可以报名，然后你现在跟我讲满了可能是大声一点过后，校长也讲，可能我查查看还有没有位置，你先放你的名字，然后有的话我给你知道，就报上名能够入那间小学，那间幼稚园，然后同时幼稚园过后能够上那间小学。他主要为什么要选那间小学呢？就是历史以来在马祖那间小学，就是你是老师的儿子你是律师的儿子会计师的儿子都是在那边上学的。他就是要我跟那群小孩可以一起成长，这样子培养出你把这个长子培养出一个人才出来。所以在小学的时候，你的成绩怎么样？在小学的时候，我的成绩是算
不错，但不是最优秀的，所以我不是那种头1、2、3名的，我是就是10名以内排第6到第12左右的那种。然后到了要小学毕业，然后亚细安奖学金那个又是怎样的故事？其实那时候是6年级，然后我还记得我小学一位老师，应该是那时候是教地理的老师，Mr. Go，他有讲说新加坡有颁这个亚细安奖学金，每年都有颁亚细安奖学金，所以那些成绩好的你们想要申请，他鼓励我们去试试看去申请。所以那时候我听到了，我也有兴趣，那我回家问老爸，老爸我应该申请这个亚细安奖学金，他就非常的鼓励的，很好啊，可以申请去新加坡读书优秀学校等等。所以他也不懂什么，因为他是读完小学3年级，那我妈也是读完小学6年级，所以他就会去找朋友，那种老师朋友可以帮一下，找他纠结我的囝申请这个公积金要怎样申请，他填的表格对不对，有什么还需要什么东西吗？所以他会特地去主动去帮你处理这件处理这一些事情。那你自己也想去，即便你那个时候才12、3岁，很小的年龄那时候其实你明白说申请到这个奖学金，你就要一个人自己去新加坡求学，跟你的爸爸妈妈分开，跟你的兄弟姐妹分开的哦。是我所记得的，我好像没有考虑过这个，可以就很乐意的去冲去试去看世界，去闯新的一个地方，就没有去想太多那种。我知道你的父亲一向来都很重视教育，然后，但是我也很好奇说，为什么一个那么小年龄的孩子，就觉得说求学是很重要的？你的那个内在的动力是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个动力，但我挺喜欢看书，所以我从小到大都是可以讲是半个不算完全，但是半个 bookworm。所以你看，学霸有时候不是你要养就养的，他一定要有那个特质在，才可以养出来的。Fast forward，OK，小学读好了，中学拿到奖学金，然后去大学有奖学金，然后出来工作也很不错。所以你已经走去世界，你的眼界也很开阔，然后你在商界、在政界里面也见过什么叫做优秀的人才。到了你自己有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其实你是抱着一个怎样的心态去栽培你的孩子？因为你已经知道，诶，世界那么大，你要很优秀，很重要，你也必须要在这一边，你知道那个 standard 那个标准在哪里的时候，给我来讲，最重要的一点不是说他变学霸，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喜欢或者有那个同样的能力但给我来讲，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他一定要有决心，一定要有那个动力去达到他要的东西。对我来讲，那个是最重要的一点。我现在一个女儿今年要21岁儿子呢现在要16岁。女儿轻松一点，因为很多比较独立自主。儿子那一方面呢，现在要培养的不是说要逼他读书，而是要他有一个目标，要他有一个决心来达到他要的目标。目前还看不到，那个是我目前最伤脑筋的。那为了要让他找到这个目标，其实之前你做过一些什么事情？都给他试了很多东西不管是看书也好，玩棋也好，打羽球、打高尔夫球、踢足球，送他去挺好的学校主要就是要给他一个挺阔的一个范围去找他会喜爱的东西，然后他真正要的东西，然后会放下一些精力去追求他的梦，追这个梦的东西，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你要找到你的热忱，你的 passion 在哪里？那有人会说，有时候男孩子嘛，可能时间要久一点，要等。你觉得是你操之过急呢，还是我在等，我在等。而且现在比较轻松了，也比较多时间去陪着他，一直都在有耐心的在等。两个家长，爸爸妈妈都在等，但就
还没有看到他有那个独立的那个自信，这种去要做他要做的东西，什么东西都可以讲。年轻人现在喜欢的就是很 chill 就是要轻松，不要有压力，过日子。过日子是给我来讲是70多岁以上的，你可以讲要过日子，你16岁不可以讲要过日子。目前的心态就是 happily 过日子的这种心态。你会不会觉得，这是因为之前小时候的一些，养育他的方式，造成他今天比较随遇而安，天塌下来当被盖，没有什么目标的那种性格吗？有可能我们所看到的，有时候看朋友的孩子们等等，就是在比较不缺的家庭内，孩子们就不饿就英文讲 take things for 对，granted，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可能没有那个压力要去追求任何东西，因为那时候他10岁、11岁，他的脾气很坏，喜欢打击，叫他听他就会发脾气等等。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家长就考虑了，可能要早一点送他去 boarding school 寄宿学校，住宿舍，在学校找了一间好的，可以算是名校，他也愿意。带他过去看一看，看他愿不愿意。要是他不愿意的话，我们不会强逼。那个相信对你跟你太太来说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这样小的年龄不把孩子带在身边，然后他在他情绪比较不稳定的时候，反而选择让他去寄宿学校。给我来讲，这个是不会是太难的决定给我来讲是他的未来比我们的安心重要如果他这个脾气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他未来会更糟糕。为什么你觉得送他出去会让他的情绪方面能够更加的？可能就是当时觉得他在家里太依赖人了，就是有老爸依赖，有老妈依赖，有嘎嘎依赖他要发脾气就不怕有任何后果老爸老妈也没有拿着那种以前这样拿着藤鞭大力呼到你流血那种，没有只可以大喊大叫，所以就在家里大喊大叫，他也知道那个是最糟糕的状况，所以你去了一个宿舍，你住宿舍的时候你没有那个空间这样的这个爆发，你有老师，你有 house parent，你有同学在一起，所以你不可以出丑，你要保持一个形象跟稳定从那个角度来讲，他从12岁开始住宿舍，他的态度是改进了非常多在那一方面我们是非常庆幸的。信心的，就非常满意，非常所以现在就只剩下他个人还没有的目标要的，所以你可以接受嘛？如果他迟迟都找不到目标，但是你明明就知道说一旦他找到那个目标，你一定就有资源可以让他去迈向那个目标，但是他就迟迟没有，你是不是很让很 frustrated？是很给他们 frustrated，也不可以每个人都在讲可能要给他一点时间嘛，我再给咯，给给一点时间，是否是17岁18岁19岁才来能够发育还是变化，不知道。很多人都讲，有时候是17、18岁，有时候19岁，有时候进了大学。我是不要太迟，因为你太迟的话，会影响到你现在的一些决定。那你在育儿方面、栽培孩子方面，跟你太太有太大的分歧吗？意见上，听说他就成绩也是比你更好的，成绩是比我他也是学霸的，对，所以两个学霸在栽培孩子上一定是有一定的要求。有一定的要求，我们也有很公开的跟我们的孩子们讲，你的 DNA 很好的嘞，你能的你没有那个 DNA 不要紧，你有那个 DNA 你能的，你要努力。所以女儿是可以就很顺其自然可以做到了，但儿子的话呢，他也知道，但是他就是没有，他也不急，他不急反而是你急。我们急我们那你自己本身有在政结婚过，有在商结婚过，所以你也会看得出说哪一些是人才，哪一些不是人才。
所以在现在这样子的时代，AI 时代、智能时代的东西move on very very fast。你觉得未来要栽培的人才，其实他需要具备的素质是什么？ motivation 要有那个 determination 去达到你那个目标。你有那个 determination 的时候，你就会努力去做，努力去创，努力去找你要是没有的话，你知道那个重要啦。但我没有目标的话，你就慢慢做咯，做一点点就够了。你做一点一点，你就不能够跟你的对方、竞争者、你的同事来做那个比较了，你就输了。学历是重要，但是学历是一部分。所以你觉得学历跟成功是一个等号吗？还是它其实只是一个门票？门票是个门票，但很重要的门票，不可以说哎呀有读书没有读书不要紧的，你要努力就可以了，不一样你努力没有读书可以成功，但你成功的范围是有限你要是会读书，然后又努力又 street smart 这样子你的成功的那个空间又更大，所以你的学问是非常重要。我可以跟你讲，我从名校回来的学问拿了那个文凭，我要进哪一间公司都可以。就算你没有比人家聪明，就因为你从那间学校来，你的 employer 你的老板已经给你先多2分。所以你觉得我成绩好，但是我是来自普通的学校，跟我成绩比较一般，但是我是来自名校，哪一个？名校所以即便我不是这一间学校的 top student，只要我是名校，你觉得那个还是会有加分。我作为一个 employer 的时候，我那时候开自己公司的时候，我请了很多 fresh graduates，但我有一个排名榜，就是哪一间大学，大部分都是本地学校哪一间大学，所以说马大到一些大学，我请过很多，我也知道，OK，马大的那种 honors second class upper 可以拿，你那些其他某些大学我就不把名字放出来，除非你是 first class，我就不拿，因为他们的水平不一样，所以看学校的水平。所以你要进名校，你要进好的学校在马来西亚可能就是马大这等的会有比较好的这个前景跟机会。这个是一定，因为学校喜欢不喜欢他们有加料，不好的学校它的料就没那么好。很自然而然的，虽然你的成绩在不好的学校你是 first class， 我有拿过一些第二的那种学校 first class honors OK 啦，来比赛赢。但是名校不是那么容易进对，一来他可能对成绩要求比较高，二来 OK 不讲成绩，我用钱的好不好？我直接就是付学费进你那一所学校，那价钱也不会便宜，所以你对那些心急如焚的家长，听了你最喜欢的，不可以不可以，我一定要进好的学校了，要怎么办？你有对他们有什么忠告？的 advice 呢，就是进你孩子最能够进的学校，所以每个孩子都不一样。然后你要我的孩子进我以前的大学，我不觉得他能进，除非他下来2年突然间变心的一个人啦，他没有那个成绩，我没有那个要求，但他有什么成绩，我就要他进他最能够进的学校，我不要进一个最容易进的学校就可以 match 到他的潜能的。potential 的学对校。对，很多人的看法就是，那个学校比较便宜，那个学校比较快毕业你就省了1年的钱来这样做决定的话会吃亏。从长期的角度来讲会吃亏，就每个人有他自己的一个地步，Don't shortchange yourself 你能够进哪一间最好的，就进那间最好的。可能你不能够进 ABC，但下一个是 DEF 你就进 DEF，不要去到 BQR 这样子的做法。然后在今天这一集结束之前呢，我特别给你一个 session 一个短短的，你有什么话要对你的儿子说吗？老爸是2次，作为一个小孩子，然后突然间醒起来，我要做得更好。一次是12岁的时候，6年级就会发现到，自己可能要认真一点读书，考好一点的成绩，然后达到自己能够达到的一个目标。所以6年级的时候成绩会加一点，
然后下一轮就是14岁的时候14岁的时候在新加坡读书，拿了奖学金，跟其他的拿奖学金的学生一起住在一起，所以不讲说有压力，但有一个 peer pressure，因为你身边人都是那种全部拿 A 的，所以你自己要是 rock back 的时候，你就感到有一点压力，说，哎，you should be doing better than this。所以那时候开始就真正的自己会努力要去做，都是靠自己来做。我老爸、你阿公也是一样的，只能靠自己啊，老爸不能帮你啊，你没有靠自己的话，你未来怎样是你自己的事啊。所以这个是真的靠自己，所以希望我儿子也一样的，会提早有那个英文讲 light bulb 噔，突然间起来，诶，我明天要做得更好。对的，这就是今天这个立懂什么我要养学霸的一个完美的怎样讲的一个结语，我觉得，因为你看哦，在政界、在商界混得不错，都有一把手的男人，那现在就以一个很真实爸爸。一个焦虑，一个但是却肯耐心等待的心情。他找不到答案，他孩子找不到目标，他找不到答案，但是他愿意等待。所以从他的身上，从童年的身上，我看到说，父母可以当指路人，但是到最后路还是要自己走出来，还是要靠孩子你自己来走出来。我们顶多只能够扮演一个陪伴的角色，所以我也不再去说什么长篇大论的人生大道理。诶，刚才那个就是一个最真实的一个真心的剖白，也可以让看这一集节目的家长们好好去思考一下，反省一下自己在栽培孩子的这个路上，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得靠孩子自己去有这个动力，自己去突然间像东尼讲的噔给他，好吧？好的，这一节的立懂什么我要养学霸就到这里，我们下一集再见。